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，大军进退行止，还请大元帅示下。国华将军，天下名将，声威播于四方。若生在300年前，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。孤向来疏于军务，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，已是耗尽心血气力。如今两军既然合兵，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。自今日起，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，全军上下无分南北，皆遵国华号令。孤只管吃饭睡觉，坐看国华施展手段。大元帅此言，曹兵断不敢当。你当得起？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巡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。若非诸将戮力同心，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，一日再临汴梁，孤食无颜面再朝天子。大元帅言重要。自今日起，军中之事皆付国华，孤不负御闻。请国华正元帅之位。我王一片赤诚，请太尉不必在此。请太尉正元帅之位。请太尉元帅之位。元帅之位。朕此时好悔呀！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。罢了，战不能战，和不能和，那便降了吧。陛下，陛下。昔日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，以为这世间凄惨之事莫过于此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轮到朕自己了。反倒觉得没什么了。生逢万事，便是贵为天子，又能如何呢？
徐师傅，你在朕，你就降表，呈往宋营。江南之罪，罪在朕公一人，虽万死，亦不足惜。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，善待官吏市民，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。40年来家国，3000里地山河，凤阁龙楼连霄汉，玉树琼枝作烟罗，几层是干戈。一旦归为臣奴，沈腰攀病，消磨。最是仓皇辞庙日，教坊游奏夜里歌，垂泪对宫。一旦归为臣奴，沈腰攀病，消磨，垂泪对宫。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。元帅请降。奉国主君旨，向上国大元帅献上江南印玺，19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。大元帅，土地、百姓皆国家所有，请元帅代天子纳之。这又是何苦啊，大元帅？
且安归京师，替我去看看今日之变景。公元975年11月，金陵城破。南唐国主李煜溯山出营，奉表纳降。李国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，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。弟兄们血战今年，如今大功在前，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，末将等恐军心浮动，心生变故。元帅，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立血，如今江宁城破，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，如此荒废之军令，岂能服了兵众？请元帅三思。请元帅三思。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？又是哪一营的将走兵卒要生出变乱？某自幼从军，入营的第一日，都头对某亲讲：军令如山，违令者营中有17刑54斩以待之。军令便是军令，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，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？荒废而不能服众的军令，便不是军令了吗？前朝安令公有曰：“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。”可几年之后，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。如今多少打了几仗，尔等倒是说说，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？又是哪位好汉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？或者说，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坏了心肠，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，想要裹到某与潘帅的身上来。世道变了，明白吗？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、挟持上官、裹挟军武、败坏法度、颠倒纲常的诡异伎俩、淫威心思，都收一收吧。某今日指一条活路与尔等，且在营中安坐，弹压士卒部众。待得回京之后，该续的功、该颁的赏，英文钱一寸血也不会少于你。倘若是尔等不想活，本帅的帅让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，若是不够用，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，哪一营作乱，某便屠了哪一营。回京再奏告天子，一气三族。曹国华是聪明人啊，军武之中，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。是啊，营都大义在前，灭国之功加身，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，他自身不肯入城，却请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，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。他知道孤必不肯去，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，也不是孤的江宁，是天子和朝廷的江宁啊。
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，还差了丁某以兵马诛奸为入城使。孤入不入城，其实天子未必在意，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，大多生于乱世，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。那哪里是江宁啊？分明是一口大坑。他曹国华不愿意跳，孤当然也不会跳。如此最好啊！丁某自是朝廷监官，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。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风头出去。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，由他们骂，只要能不生事，安安稳稳回转京师，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。真要将江宁城让给他们吗？这是国家疆土，岂容我等私相受让？天王是绝顶聪明之人，该明白我的意思。